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麻达，今天来做非常应季的醉蟹。因为现在是螃蟹正当季的时候嘛，在它的膏黄都很饱满的时候做醉蟹，味道是最好的。那我现在这些螃蟹非常的新鲜，因为它一直在我的下面吐泡泡，就非常的嘈杂。那传统的手醉蟹呢，一般会用黄酒来做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尝试。像我今天就会用这个德国产的雷司令来做醉蟹，跟那种黄酒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风味儿。在这里还是想再次提醒一下哦，大闸蟹一定要非常新鲜，在它还活着的时候就烹饪。可以稍微碰一下它的眼睛测试一下，会很灵敏的缩回去的，就是说明它活性很好。现在先来调制腌蟹的酱汁，我选了一些跟雷司令酒和大闸蟹比较合得来的香料，八角还有肉桂是很基础的，哪儿都能放的香料。丁香的味道是带甜的，适合搭配甜口的菜。小茴香我把它看作清新版八角，一般跟八角协同作用。这种不太常见的叫石螺子，古代菜谱里常见，现代人不怎么用它了，但它的香气非常的清爽，也很适合鱼虾蟹类的味道。花椒主要用来去腥，还有肉豆蔻也是很适合甜口的菜。注意不要跟草果弄混了，擦碎放进去。陈皮可以提供类似话梅的香气，一般也跟丁香会协同作用。香料就是这些了，接着放几片姜，还有生抽，加入比较大量的糖融化，酱汁一定要尝起来有很明显的甜味儿。开火煮开。前面虽然加了陈皮，这里我还会加一些新鲜的肠子皮，用削皮刀只削掉表面黄色的皮，白瓤会苦，所以不要放白色部分。新鲜肠子皮里头有很丰富的富含香味的油脂。之前有个新闻是说剥完肠子摸气球会爆炸，大家记得吗？就是这些油脂的作用。关火后再放入，避免加热，才能够充分保留它们的香气。再倒入雷司令酒，要大胆的吨的往里倒。要略超过生抽的量，我用的是晚收级别的甜白雷司令，它是德国葡萄酒里很标志性的一个类型，会带有很丰富的水果香气，酸度也很通透，口感会有很适中的甜度，所以它能很好的烘托出手醉蟹的鲜美，同时又能提升酱汁清新的感觉，所以是甜而不腻的效果。当然，最终的比例可以按照你的口味去调整。如果你担心酒味太浓，可以再稍微煮，去掉一些酒精。但我喜欢酒味明显一些的，所以就让它这样冷却就好了。然后来蒸螃蟹。好的大闸蟹一般都不怎么脏的，入锅前稍微冲洗一下就好，不要解开绳子哦。锅里放热水，放些姜，大闸蟹的肚皮朝上放在蒸笼里。每只蟹上再放一片姜，盖上盖儿，中大火加热，水开后蒸12到15分钟就好，具体取决于蟹的体型。肚子朝上蒸能防止蟹的黄膏油脂蒸的过程中流失掉。熟了之后再解开绳子，也是防止它的手脚在蒸的过程中掉。这一锅汤汁差不多正好能泡4只蟹，把熟蟹直接浸泡到晾凉的汤汁里。我这一份蟹有6只，所以今天吃2只新鲜的，明天就可以吃到4只熟的醉蟹了。可以放个小碟子，防止蟹飘起来。做手醉蟹不能着急，要等它泡满24个小时，充分的吸收掉酱汁的味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些不是很确定的话，一定要先尝尝这个料汁的味道。它的味道应该是很平衡的，就是香料的味道不要过于突出，但是里头的这个柑橘香气，还有这个雷司令的香气以及甜味都要非常的明确，因为这些都会对醉蟹的味道起到很关键的作用。现在就放到冰箱去冷藏，差不多要24个小时，等它充分入味就可以吃了。
其实手醉蟹真的超级简单，除了雷司令外，其他的你喜欢的带甜味的酒都可以拿来试试。只要记住千万不要用啤酒这种苦味明显的酒就可以了。新鲜母蟹的蟹黄吃起来是有很浓郁香味的，而经过醉蟹汁的浸泡后，它的质地会变得更加的紧致，鲜味会得到浓缩。配上酱汁里很丰富的香气和甜味，能够更好地烘托出蟹本身的甜。新鲜公蟹的蟹膏在空口吃的时候，也是会有一种回甘的口感。同样的，经过醉蟹汁的浸泡之后，它的质地得到进一步浓缩，这种回甘的滋味会更加的明显。对了，刚刚的酒还剩了半瓶，其实直接搭配醉蟹也挺合适的，因为醉蟹这种鲜味浓郁的菜，很适合搭晚寿雷司令这种甜甜的酒。那大家有空在家试试看吧，也许都能够摸索出属于你自己的最喜欢的醉蟹的配方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